为什么辛苦攒了一辈子的钱，退休后反而越花越心慌？今天我要揭开3个理财陷阱，很多老朋友都栽在第2个。各位朋友，我是银发财经的老陈。看到邻居张教授的故事让我心痛。这位退休的数学教授，去年被虚假投资骗走100万积蓄，他握着存折老泪纵横的样子，让我整夜睡不着觉。我们这辈人啊，年轻时吃过苦，更懂得节俭，可偏偏有人盯紧我们的养老钱。今天我用40年金融经验，帮大家守住钱袋子。第一个陷阱是超高收益投资。上周李太太兴奋地给我看传单，某养老公寓承诺年息 15%， 我立即带她去查工商登记，结果发现注册资金才10万元。这种空壳公司专坑老人家。记得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吗？香港有多少退休人士被所谓保本基金卷走毕生积蓄？现在的新骗局更隐蔽，常常包装成区块链项目。具体怎么识别呢？凡是收益率超过 6% 的，务必查清资金托管银行，要求对方出示金融牌照，最好让子女帮忙核实。第2个陷阱是健康消费。王伯伯上个月刷卡20万，买了磁疗床垫和频谱物，商家宣称能治糖尿病，其实成本不到2万元。美国 FDA 早发布过警告，这类器械最多算辅助理疗，真正有效的治疗永远在正规医院里。我建议朋友们记住，超过1万元的保健品消费，务必先咨询家庭医生，或者拨打卫福部咨询专线。第3个陷阱最让人心痛，就是过度补贴儿孙。赵奶奶把退休金全给孙子买房，自己生病时连住院押金都凑不齐，孩子们还觉得理所当然。这在心理学上叫代际剥削。台湾每3位老人就有1位遭遇过。我们可以帮衬，但要立规矩。我建议设立援助上限，比如不超过退休金的 20%。说到这，想起个真实案例。新加坡的黄阿姨很有智慧，她设立家族信托基金，孙子考上大学才给奖励，既帮助后辈又保全自己。朋友们或许会问，那钱到底该放哪里？国债和定存永远是首选，虽然利息不高，但绝对安全。就像老话说的，不亏就是赚。也可以配置些黄金实物，金条要选银行发行的。记得2008年金融危机时，金价逆势涨了 30%， 这是历经考验的避风港。最近有位香港朋友问我，听说美国国债收益更高，但考虑到汇率波动，我们老年人还是求稳为好。最后送大家3句口诀：高息诱惑，扭头就走；健康消费，先问医师；儿孙用钱立好字据。您可能会觉得这些太保守，可我们奋斗了大半辈子，现在最宝贵的是安心。您说是吗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经历，您踩过哪些理财坑？您的经验可能拯救其他朋友。记得订阅银发财经频道，每周3给您可靠的养老智慧。